宗门为小师妹废我修为，扔我进万蛇去。我觉醒时，丹房炸了，大阵也塌了。姐姐，今天已经第3次了，你嘴唇都白了，歇一歇好不好？阿离乖，这炉药快好了，你先去睡。我不睡，你不歇，我也不歇。二师姐，我师尊被妖兽所伤，毒入骨髓，求你想想办法。丹药已经备好了，加了3滴灵血，药效增10倍，拿去吧。二师姐，宗门说灵血丹只给亲传弟子用啊。人命面前，不分亲传内外。好一个人命面前不分亲传内外！沈书月，你眼里还有宗门规矩吗？师尊深夜驾临，不知所为何事。本座听说你暗中变卖丹药，私藏灵石。弟子从未。戒律长老，3个月前，陆川以12块中品灵石换走1瓶灵血丹；2个月前，散修赵无涯以8块中品灵石换走1瓶培元丹。那不是私卖，他们重伤濒死，药是我赠予的，灵石是谢礼。哦，谢礼？宗门给你的供养不够你花？供养？外门每月尚有5块下品灵石，宗门给过我1块吗？你记住，你的灵血丹术本就是宗门恩赐，你的一切都是宗门给的。师尊的意思是，外门不配用灵血丹吗？你的灵血是宗门根基，岂容随意施舍？若是人人都能讨到你的药，宗门颜面何存？念你10年苦劳，交出私藏灵石，本座可以既往不咎。那是姐姐攒来买药的灵石，这些年姐姐为宗门放了这么多灵血，她身体早就亏空了。放肆！掌门说话，黄口小儿也敢插嘴？阿离，别说话。你倒是对这个捡来的丫头好得很。这些年给她用了不少灵血吧？她也配合宗门弟子一样享受灵血供养。掌门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外门的命是不是就不是命？外门弟子苏恒私售违禁丹药，目无尊长，杖30，逐出青云宗。二师姐，您保重。师尊，药是弟子主动给的，要罚弟子便是。沈书月，你以为本座不敢罚你？师尊罚过我多少次，弟子记着呢。14岁戒律堂血誓，15岁替婉柔扛天劫，弟子在床上躺了3个月，师尊可曾来看过一眼？你的意思是本座苛待了你？弟子不敢，弟子只求师尊放过苏恒，他是无辜的。好，本座给你一个面子，苏恒的30杖可以免，但你私藏灵石擅赠丹药2桩罪，你自己来担。明日天劫丹份额翻3倍，每日3滴本命灵血，连7日。不行，二师姐的身体根本撑不住。要么他担，要么你担。苏恒，你自己选。我担，先放苏恒走。今日的责罚，弟子领了。沈书月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的灵血是宗门恩赐，不是你做善人的本钱。掌门对二师姐也太狠了，别多嘴，走吧。二师姐，您为什么？拿着丹药，快走吧。二师姐，此恩此德，弟子永生不忘。姐姐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走？快了。二师姐，我的养颜丹好了没啊？凌云师兄说我最近皮肤都差了呢。小师妹，这个月养颜丹的份额3天前就给你了。3天前是3颗，我要的是这个月的。师尊说了，让你多备些给我。养颜丹炼制需要灵血，我近日身体抱恙，暂时不能再炼。身体抱恙？我看你好好站在这儿呢。你那个灵血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矫情什么？我们小姐可是掌门亲传，整个青云宗的希望。您那点血能给我们小姐用，是您的福气，求都求不来呢。可不是嘛，二师姐也别太小气了，不就是几滴血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要了你的命呢。对啊，能为小师妹的美貌出一份力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看你这药牢破破烂烂的，要不是宗门收留，你早流落街头了。这是什么？好浓的灵气，比养颜丹还香。那是给阿驴炼的护心丹，还给我。护心丹，一个捡来的野药丫头也配用这么好的丹药？二师姐，你也太不懂规矩了。那是我姐姐给我治病的，你还给我。阿离，看着姐姐，有没有哪里疼？姐姐，我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苏婉柔，把药拿来。二师姐，别这么瞪我，我害怕。一个捡来的丫头，命能值几个钱？这药我拿回去研究研究，改天还你。阿离心脉天生受损，没有护心药撑不过3次发作。你拿走他的药，就是要他的命。那你就再放点血给他炼1颗呗，反正你的血不值钱。小师妹又拿二师姐的药，这都第几次了？唉，谁让那丫头是捡来的？掌门都不管，咱们能说什么？苏婉柔，今日的话，你给我好好记住了。记着呢。对了，二师姐，下个月的养颜丹记得多备2瓶。凌云师兄下月带我去洛家赴宴，我得好好保养。二师妹，
急匆匆的做什么？大师兄，小师妹抢了阿离的护心丹，阿离心脉受损，没有那药会死。护心丹？你拿灵血给一个捡来的丫头炼护心丹？二师妹，你还没明白，婉柔拿你的药是看得起你，你那个灵血炼出来的东西能用在婉柔身上，是你的福分。福分？难道不是吗？没有宗门哪有你的今天？何况婉柔是掌门亲传，将来要飞升的人，她用你的药是给你脸。大师兄，你当年渡元婴劫，天劫劈下来的时候，是谁挡在你前面的？是我。那一回我躺了4个月，你来看过我一次吗？陈年旧事提他做什么？你觉得是陈年旧事，我身上的伤疤到现在还在。二师妹，我劝你识趣些，一个捡来的丫头死了就死了，你非要为了她把全宗上下都得罪光？得罪光了又如何？舒月，何事喧哗？师尊，二师妹为了一个捡来的丫头追着小师妹讨要，弟子劝她以宗门大局为重，她听不进去。师尊，阿离的护心丹被小师妹抢走，弟子只是想要回来。一颗护心丹，只当你追出药炉，跟师兄争执。阿离心脉受损，没有那颗药。那丫头的命比得上宗门颜面，你身为二师姐，跟师妹抢东西，成何体统？师尊的意思是，阿离的命不重要。宗门养你10年，不是让你为了一个外人跟同门翻脸的。你的灵血该给谁不该给谁，还轮不到你自己做主。昨晚的事还不够让你长教训吗？那该由谁做主？小师妹吗？沈书月，你怎么跟师尊说话的？师尊，弟子今日想问您一件事。说吧。10年前，您给弟子系上红线的时候，说要弟子以灵血济世，普度众生，弟子信了。这10年，弟子的血给了多少人？弟子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。可是师尊，10年了，弟子的血快流干了。今日弟子想问师尊一句，在您眼里，弟子的命究竟重要吗？你的命是宗门给的，宗门需要你，你就该活着；宗门不需要你，活着也是浪费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再让本座听到你与婉柔争抢，你那个药铺也别想待了。可师尊，你说错了一件事，不是我离不开宗门，是这个宗门离不开我。小师妹居然能驾驭冰皇诀了，那可是高阶法术，难怪掌门说她最有希望飞升。快取最好的疗伤丹药！舒月，过来。师尊有何吩咐？把你本命金丹取出来，给你小师妹服下。师尊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的本命金丹，那是灵血精华凝聚之物，生死人肉白骨，婉柔灵力反噬，五脏受损，只有你的金丹能救。她是宗门最有希望飞升的弟子，她不能有事。本命金丹是我的修为根基，取出来，我灵脉会枯竭，修为废掉80%，这和要我的命有什么区别？沈书月，你是在跟掌门讨价还价？弟子只想要一个说法，我10年的灵血，到头来就换来师尊一句取出来。婉柔的命比你的修为重要。他的命是命，我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吗？他们竟过分至此。师尊，这颗金丹我不给。沈书月，婉柔是我们的师妹，你怎能见死不救？你还是人吗？宗门养你10年，如今小师妹命在旦夕，你竟如此自私，当真以为宗门离不得你？宗门养我10年，我还了10年，数不尽的灵血，34次天劫。戒律长老，您算过这笔账吗？二师姐，是不是婉儿哪里做错了，让你讨厌了？你告诉婉儿，别生师尊的气。啊！二师姐平时那么温和，没想到关键时候见死不救。就是小师妹多善良，她怎么忍心？一条手臂的刀痕换一颗金丹，又不是要她的命，至于吗？你们不要逼我姐姐了，姐姐每天给你们炼丹，你们吃的每一颗药里都有她的血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放肆！一个捡来的丫头也有你说话的份儿！来人！谁敢动她？我10年的灵血供应，
却换来今日一句自私。我手上的疤都是出自自己之手，因为你们说灵血必须自愿献出，效果才最好。我上次去药炉看到他换下来的绷带，整条都是红的。你们突破时的天劫是谁替你们受的？是我。你们走火入魔时是谁的血把你们拉回来的？还是我。你们现在告诉我，究竟谁才是见死不救的那个人？师姐不愿意就算了，别为难她了。婉儿只是觉得师姐刚才说灵血供应太多，支撑不住。婉儿在想，师姐是不是在怪师尊您压榨她？是不是早就心存怨愤了？哦，沈书月，你就是这样想为师的？弟子从未说过此言。师姐之前还说过，说要带阿离离开宗门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沈书月，宗门养你10年，你居然想叛逃？婉柔亲耳听到，还能有假？我若想走，何必等到今日？沈书月，念在10年苦劳，为师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取出金丹救婉柔，为师既往不咎，还让你留在宗门。留在宗门，继续当你们的血缘吗？冥顽不灵！掌门，二师姐为宗门做了这么多，您不能这样对她。她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，弟子亲眼见过她替人扛天劫，浑身是血倒在天劫台上。外门弟子也敢插嘴，拖下去，杖50。二师姐，您快走，他们不值得。好，很好。来人，废去沈书月修为，打入万蛇窟。好得很啊，师尊的这份恩情我记住了。放开我姐姐！你们凭什么？她做错了什么？阿离，你们别动她！姐姐，为师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取丹还是不取？我不去。戒律长老，执行。都怪他自己不识抬举，小师妹是宗门希望，一颗金丹换小师妹的命，这让他算不明白。是啊，谁让她是天生灵血，生来就是这命。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替我说一句话吗？你们扪心自问，没有我，可有你们今日半分修为？是你自己选的。大师兄别说了，师姐这般倔强，师尊也劝不动，只可怜阿柔那丫头，往后没人护着了。师兄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姐姐，放开我姐姐！你们这群坏人，不许伤害她！给我堵上他的嘴！你敢碰我！姐姐，姐姐！阿离，不哭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我不要！姐姐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要带我去山下小镇，你还欠我好多糖葫芦。扔上下去！你们平常口口声声教的仁义道德，就是把姐姐推下悬崖。够了，快把他拖回来！抓住他！快！10年，数不清的伤痕，34次天劫。我原以为只要我把心掏出来，你们总有一天会把我当人看。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连条狗都不如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百倍偿还！这是什么地方？九幽神血万载轮回，终于等到您了。汝乃我主，万蛇听令，恭迎主上归来。我不是什么主上，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废人。您是被封印了记忆与血脉的九幽神血传人，您不是废人，您是这世间仅存的神血继承者。
这世间谁都可以抛弃你，唯有力量不会。这一烧，烧的是10年血债。姐姐在这儿，我们不会再分开了。你说的九幽神血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万年前，九幽神族统御万界，后被仙门联手屠灭，神血被封印在凡人体内，世代轮回，永世不得觉醒。您是最后一代。主上，您体内封印的九幽神血已完全觉醒，丹田虽碎，魔种已生，这天上地下再无人能束缚您。那些阵法，那些灵血印记，那些丹药，都是我给的。今天我全部收回。玄清真人，苏婉柔、凌云飞，我们之间的血战从今晚开始算。丹房炸了，所有灵血丹全部化成灰了，一颗都没剩。守护大阵也塌了，阵也碎了，灵田也在枯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天劫反噬，渡劫丹，快取渡劫丹！掌门，渡劫丹全部成灰了，丹房的架子全空了。不可能，那是他炼了10年的药，怎么会？来者何人？擅闯魔宗者死！一个被抛弃之人，来此求见魔君。就是你弄塌了玄清那老东西的守护大阵。是我。你是来投奔本座的？我来谈一笔交易，用我的血换你庇护我和我妹妹。你的血？怎么？你是凤凰转世还是神龙化身？本座这灵池里什么稀罕血没见过。那这个呢？九幽神血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只要回答我行不行？你要什么？说清楚。第一，最好的医是救我妹妹；第二，给我时间恢复实力；第三，将来我杀回青云宗，魔宗袖手旁观即可。你就没想过，本座现在就可以囚禁你，每天放你的血，岂不更划算？那你得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。九幽神血的传承者，宁死也不做奴隶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有意思，本座答应了。你的条件都说完了，再想想，现在说还来得及。本座今天心情好。还有，我做客卿可以，但有底线。什么底线？不做违心之事，不伤无辜之人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不可逾越。被正道伤成这样，还守着这条底线做什么？他们可曾守过对你的底线？他们不是我，我若变成他们那样的人，我的复仇便毫无意义。复仇还要讲意义，杀了就是。不一样，我要的是公道，不是变成另一个玄清真人。你就不怕本座现在囚禁你，每天放你的血吗？那你得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怕再死一次。有意思，本座答应。来人，带他去慈渊阁，请温景然过来。对了，客卿的规矩，每月要为本座提供1滴血做研究，不白拿，本座会给你相应的报酬。天生心脉受损，至少10年以上。他以前服的丹药只能勉强维持心跳，治标不治本。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，有没有办法根治？有是有，但需要极为珍惜的药材——护心藤9转灵芝血水。这是什么？魔域1000年的护心藤炼的，够他用到心脉长全。你说的那几味药，本座已经让人去库房找了。什么条件？没条件，本座只是好奇，你这种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蠢女人，养出来的妹妹是不是也跟你一样傻？姐姐，这个人说话好难听。你说什么？叔叔，你说话真的好难听。本座300岁了，叫爷爷。小鬼，敢对本座出言不逊的，
都被罚去抄100遍魔域大礼，你想当下一个？可是叔叔除了说话不好听，看起来不像坏人，而且比我见过的那些白胡子老爷爷年轻多了。你教的这么小就会顶嘴？你就是那个青云宗的叛徒，我是青云宗丢掉的弃子，不是叛徒。有区别吗？正道的人也配踏进我魔宗？谁知道你是不是正道派来的奸细？你寒烟，退下。哥，他一个正道来的，万一是奸细怎么办？你不能因为他长得好看。他现在是我魔宗客卿，卫同长老。可云，长老，哥，你是不是被他下了迷魂药？寒烟，我盯上你了，最好别让我抓到把柄，否则不管我哥说什么，我第一个把你赶出去。寒烟性子烈，但人不坏，他只是不放心。我看出来了。不过他刚才说的那句长得好看，倒应该是发自肺腑。义兄，快叫义兄！大师兄被魔蜥咬了，妖毒已入经脉，正朝五脏六腑扩散。快取解毒丹，2师姐以前练的那种灵血解毒丹。丹房全空了，所有灵血丹都化成了灰，一颗都没剩。不可能，去找，翻遍丹房也要找出一颗。他练了10年的药，怎么可能全没了？大师兄，真的全没了。昨晚丹房炸了，所有带灵血的丹药全部化成了齑粉。2师姐不在了，再没有人能练灵血丹了。没有灵血解毒丹压制，1炷香之内，这条手臂的经脉会全部枯死。要保住性命，只能什么？说！只能封锁肩颈穴，把毒素封死在右臂。但这样一来，经脉尽毁，这条手臂此生再也无法运气持剑了。不行，我是大师兄，我的手不能废。我的手真的废了。灵血，我需要灵血，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了？怎么想家了？那里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早在10年前就没有了。10年前，你的灵血觉醒了。那一年我12岁，玄清真人路过村子，正遇上受潮，他救了我，说我有罕见灵血，要收我为徒，我信了，跟他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救的不是我，是我的血，我的家人，可能也是他害的。这里有多少刀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最后3刀是为了救他突破时走火入魔。你真是个蠢货。对，我是蠢货，蠢到以为付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，蠢到以为我做的够多，他们就会把我当自己人。本座以前也信过一个人，那时候本座还不是魔君，只是魔宗不起眼的少主，信他，把魔盒都交给他保管。后来他拿了本座的魔盒，带着魔宗秘密，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差点让本座魂飞魄散。从那以后，本座就告诉自己，这世上谁也信不得。但本座觉得你跟本座大概是同一种蠢货。殷墨尘，你比我想的还要像个人。用不着你夸我，早点休息。明天寒烟肯定还会来找你麻烦，他不服气的事能记3个月。但你比那个拿我魔盒的人看起来顺眼一点，就一点。我也是。掌门，寒点出来了，守护大阵全部崩溃，修复需灵石300万，丹药库13000颗灵血丹全部化为齑粉，一颗不剩。所有依靠灵血丹维持修炼的亲传弟子全部断药，灵田枯萎过半，今年灵草收成不足2成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坏消息？一并说了。查到沈书月的下落了。他在哪儿？他在魔宗。沈书月现在是魔宗客剑，卫同长老。嫡子探听到，魔宗上下都对他以礼相待。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宗门养他10年，他竟投靠魔道。掌门息怒，他丹田已碎，不过废人一个，不足为惧。就算魔宗收留他，也不过是多了一个废物，不足为惧。
不足为惧，他能让大阵崩塌，万颗丹药化为齑粉。那掌门的意思是，待我恢复实力，定要踏平魔宗，将他挫骨扬灰。他废了，他已经是废人了，他不可能回来的。可是那些丹药，那些阵法，真的是他做的吗？他一个废人，怎么做到的？师兄，这药是我偷偷藏的，是二师姐以前教过我配的方子。我学的不好，但应该还有点用。也就你还记得二师姐那天演武场上，你是唯一一个冲出来替她说话的。师兄才是唯一一个，我不敢。我站在人群里，一句话都没敢说。这个月的修炼资源就这么多了。咱们底层弟子以前还能领到二师姐的免费丹药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师兄，我也想走，但我不知道能去哪儿。二师姐走了，这里连一个愿意正眼看我们的人都没了。如果有一天二师姐回来，你会站哪一边？不错，1个月金丹期，九幽神学果然变态。当年本座从筑基到金丹用了3年，你1个月。魔君来有何事？青云宗那边热闹得很，玄清老儿被天劫劈得修为跌到元婴，天天在闭关室吐血。那个残废的大师兄借酒浇愁，骂他小师妹没良心。苏婉柔呢？你那个小师妹可精彩了，灵脉出了问题，没有灵血丹压制，已经开始反噬。她四处求药，没人给。所以本座在想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杀回去？本座手痒，想跟去看戏。等我恢复到元婴期，这笔账我要亲自算。你求本座一句，本座就能帮你把他们全灭了，偏要自己来。你这个倔脾气到底随了谁？我从不求人，以前不求，以后也不会求。那你为什么要来投奔本座？我说了，是交易。算了，今晚有使臣来，你陪本座出席，别穿那身灰婆婆的。本座上次给你的裙子呢？太招摇了。本座让你穿就穿，这是交易条件，别让本座说第3遍。对了，那个使臣嘴很臭，你待会儿别忍着，出了事本座兜着。听闻你收留了个青云宗的废人，就是她，一个丹田被碎的女人，魔宗当宝供着。使者既然看不起废人，不妨与我过一招，就一招。你拿什么跟我打？靠你那碎掉的丹田吗？还是靠你这张脸？接好了。现在谁才是废物？来人，送妖族使者回去。另外，把刚才的话带给他家妖王。妖族若是不服，本座随时奉陪。殷圣女，有事？你刚才在宴席上那个黑焰化龙还不赖，那个使者我早就看不顺眼了。就为说这个？你别得意，我只是说你有点本事，不代表我认可你了。金丹期而已，我当年也用了不到2年，我用了29天。反正我话没说完，我盯你是盯定了。你要是敢对我哥不利，我第一个收拾你。不管你修为多高，我都不会手下留情。还有那条裙子，是我哥让人连夜赶的，他亲自挑的料子。他对你可真够上心，这么多年，我从没见他对谁这么上心过。连夜赶的吗？我的灵脉怎么又……不是昨天刚发作过吗？苏婉柔，凌云师兄，你怎么喝成这样？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非要他的金丹，他不会走，我的手也不会废，是你害的，全是你害的。凌云师兄，你怎么能怪我？明明是那个贱人见死不救。他贱，那你呢？你的金丹怎么不挖出来给我？你不是说我们是师兄妹吗？你不是叫我哥哥吗？师兄妹，好一个师兄妹！我的手没了，你的灵脉要废了，都是报应。灵血，我需要灵血。
没有灵血，我会变成废人。清寒哥哥，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都没来得及梳妆。不必寒暄，我今日来只为求证一事：贵宗是否逼走了一位身怀灵血的女弟子？她10年间为青云宗供血近万滴，最后被废去修为，打入万蛇窟。清寒哥哥，那是误会，是他自己叛逃魔宗，师尊不得已才出手惩戒。我派人查了1个月，当初他代受天劫的人里有你吗？供给灵血的人里也有你吗？他替你办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误会？我洛家世代正道，不敢与忘恩负义之辈联姻。苏姑娘，我们婚约作废。清寒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都是沈书月那个贱人害我。清寒哥哥，苏姑娘，你最好祈祷他永远不回青云宗，否则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。沈客卿，有人从青云宗方向送来一封密信，指明要交到您手上。送信的人遮着脸，不可留名。苏婉柔竟求到我头上，愿出高价买修复灵脉的秘药，回献给他。药我有，让他亲自来魔宗山门前一趟即可。沈客卿，他毕竟是青云宗掌门亲传，如果太为难他，会不会……就这么回，告诉他爱来不来，我的药不多，我也不等人。苏婉柔，当年你抢阿离的药，说他的命不值钱，现在让我看看你自己的灵脉在你心里值多少钱。二师姐，我来了。你说有药，我给你带了好东西，灵石、法器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二师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跪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做过的事。给我药！我说的是药在我手上，但我没说要给你。你让我亲自来，不是要给我药吗？我让你来是想当面告诉你一件事：阿离的心脉受损，没有护心刀撑不过3次发作。你当年抢走他的药时，我求你，你说一个捡来的丫头命不值钱。这丹药我炼了3天，但我想起阿洛疼得整夜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在隔壁睡得香甜。这药我不给了，你记住，我不给你药，不是因为你不恨，是因为你不配有。沈书月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给我等着！我会等着的。精彩，不过本座以为你会让他磕头，高喊自己是罪人。他贵不贵是他的事，我给不给药是我的事儿。我不是他，他当年做过的恶心事我做不来，所以你才比他强。本座发现你这个人平时话不多，动起手来是真的一点情面都不留。那颗丹药你说不给就不给了，留什么情面？他当年抢阿离护心丹的时候可曾留过情面？阿离心脉发作，疼了一整夜，他在隔壁睡得香甜。是啊，该还手时就得还手，否则只会被有心人生吞食剥了。这个道理，本座也是吃过亏才懂的。我这也是跟你学的。别冤枉人，本座可没教过你这些。耳濡目染罢了，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事。你对付妖族使者的手段，也不比我温柔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比本座更狠。本座记仇最多记一时，你记仇怕是要记一辈子。一辈子太短了，我要记到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每一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女人可真够要命的。沈姑娘，你看这里，九幽神血与千年魔莲的药相叠加，若以30%灵力催动，理论上能解百毒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。理论可行，但魔莲药性过于霸道，需要先用护心藤中和，否则服用者会承受不住。对，护心藤，沈姑娘你简直是天才！不行，我得把这个配方记下来，这可是能流传千古的。温景然，西荒那边的随云衣冠明天就启程。魔君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哪里错了，但我真的错了。那就去西荒想清楚，想不清楚就别回来了。哥，西荒那边缺人，我也去监督，顺便监督温景然，免得他半路跑了。沈姑娘救我！西荒那边全是戈壁滩，连棵草都没有。你自找的，怪得了谁？下次记得别站那么近了。哥，算了，别为难人了。就他这点出息，还没走出魔宗大门，就该哭着喊娘了。沈书月，
你还有脸回来？掌门此言差矣，我是被你们废了修为，打入万蛇窟的人，叛逃。你们先逐我出师门，何来叛逃一说？那你今日来做什么？奉魔君之命，送战书。3个月后，修仙界宗门大比，魔族将对青云宗发起挑战，赌注青云宗镇宗之宝太虚古镜。太虚古镜乃我青云宗立宗之本，魔宗拿什么来赌？魔宗赌的是整个魔域北境3州之地，够不够？你的修为，你丹田已碎，怎么可能？你觉醒了什么？托掌门的福，若不是你将我打入万蛇窟，我也无法觉醒九幽神血。九幽神血，万年前被灭族的，不可能。3个月后见，届时我会亲自上擂。战书已下，你们不接也得接。二师姐，您还活着，太好了！那天万蛇窟的崖壁上，所有人说您必死无疑。你的腿……那天听您说话，被戒律长老罚的，杖50之后又加了30鞭，不打紧，瘸了一条腿，死不了。为什么不走？走哪儿去？外门弟子的卖身契还在宗门手里。再说，我想等您回来。吃了，3天就能恢复，我亲手炼的。别再叫我二师姐了，我现在是魔族客卿，若你愿意来魔族，魔族的医修院比这里强100倍。我愿意，我跟您走。那就跟上。小师妹，3个月后宗门大比，我等你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沈书月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好狠的心！上来吧，站那么远做什么？本座又不会吃了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堂堂魔君跑到正道宗门山门口等人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怕你一个人回来，触景生情哭鼻子。阿离说你这个人心软，嘴上狠，心里比谁都难受。快点！阿离说你馋山下镇子的馄饨，正好顺路。本座今天心情好，陪你跑一趟。我只在阿离面前提过一次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殷墨尘，山下镇子的馄饨，阿离说的是东街口那家，别走错了。东街口，快点！当初是你们说沈书月自私恶毒，不愿救小师妹，现在九幽神血被你们亲手推给了魔宗。谁能想到他被废了丹田还能觉醒？这种事万年没有一例。想不到你们把人打入万蛇窟，连查都不查。现在他毁了大阵，向我们宣战，谁来负这个责？够了，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。上门，要不咱们去求二师姐回来？她以前心最软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他让我磕了3个头，把药碾碎在我面前。可是二师姐在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丹药。我上次渡劫是她连夜送药，我师父渡劫重伤，以前都是二师姐代受雷劫的。现在师父还躺在病床上。续骨再生丹灵石1000，沈客卿，您的丹药真要收钱了？以前不收钱，换来了什么？说得对，咱魔宗向来明码标价，不像那些正道宗门，嘴上仁义道德，背地里白嫖人家10年。就是，沈客卿，给我来2颗疗伤丹。来了，住处安排好了，右手边第3间，钥匙在门框上。多谢沈客卿。先养好伤，以后在丹医堂帮忙抓药记账打扫，哪样能做哪样，工钱另算，我这里不养闲人。兄弟，你来对了，咱们这儿1分付出1分回报，没那么多虚的。干得好，沈客卿，还给你加鸡腿。阿离的灵力终于稳定些了。不知死活！
有我在。阿离，睁眼看着姐姐，心脉又发作了，我去拿药。来不及，最近的丹药在慈元阁，跑回去他撑不住。已经3天3夜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？因为他是你的命，本座不想看你哭。你渡给阿离这么多能量，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本座的命自己心里有数，倒是你以后能不能多照顾照顾自己。姐姐，还疼不疼？心口还闷吗？不疼了。姐姐，魔君叔叔呢？他还在门外吗？叫爷爷，本座说了多少次了？谢谢魔君叔叔，你救了我2次了。算了，本座不跟小孩计较。你赶紧把粥喝了，你姐姐熬了2个时辰。殷墨尘，谢谢你。用不着，本座只是顺手。那丫头死了，你又要摆那张死人脸，10天半个月不吭一声，本座看着烦。看着烦，还守了3天3夜。那我无话可说。我还是去西荒吧，感觉比在这儿自在多了。沈客卿，掌门派在下来求和，只要魔宗愿在大比中手下留情，条件好商量。求和？掌门说，青云宗与魔宗本无宿仇，何必大比见血？灵田丹房阵法，我们都可以赔偿。条件我有，就一个，让苏婉柔自废灵脉。做到了，我可以考虑手下留情；做不到，免谈。不，绝对不！师尊，你不能答应！我是你的亲传弟子，你说过我是青云宗的希望。容为师考虑。师尊，您不是说他自私恶毒吗？您不是说我的命比他重要吗？您现在要为了他放弃我？师尊，师尊，您不能这样，连您也都要放弃我，师尊也要放弃我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放弃我，我不会就这么输了！小丫头，怨气很重吗？本尊闻到了，极度恐惧，不甘怨恨，美味。我愿拿我的一切来换，只要你出手，杀了沈书月，让他灰飞烟灭。你的灵魂够不够本尊一口吞的？我是掌门亲传，我有灵脉，我还有利用价值，求你，只要杀了他，我什么都给你。很好，本尊就收下这份祭品了。禁地封印，穷奇破封了。沈书月，九幽神血，本尊今天要你死，也要你这身神血！魔宗这位克星什么来头？一路碾压，没人能撑过3招。听说以前是青云宗的，就是那个被打入万蛇窟的二师姐。青云宗疯了吗？这种人物他们也敢废？孽缘啊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出去！这空气破风了，快跑啊！沈书月，本尊找的你好苦！放开宗主不可，现在出手会引发仙魔大战。你的神血本尊要了，九幽神血配本尊万年修为，天上地下谁是对手？为了杀我，你甘愿沦为怪物？那就看你有没有命拿。少废话，拿命来！
这是什么级别的战斗？根本不是金丹期的力量。那个被附身的是青云宗的苏婉柔，她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的残魂今天就散在这里，你选错了附身的对象。就凭你一个刚觉醒1个月的小丫头，本尊活了上万年。谁准你动他的？易墨尘，你怎么来了？一缕残魂也敢动本座的人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不可能！你中了本尊的穿心爪，怎么还有余力？本座活了300多年，什么伤没受过？你这一爪，连本座前10都排不出去。放开本尊，本尊愿封你为属。散。你疯了！谁让你挡的？我有黑焰护体，他伤不了我。你为本座哭过吗？什么？本座在想，若你为本座哭了，那本座死了也值了。易墨尘，你闭嘴，不准说这种话。你这女人，连句好听的话都不肯说。温景然，快过来！魔尊，快抬回医修院！时刻请你按住伤口，别松手。魔君修为深厚，不会有性命之危，但魔火受损太重，何时能醒，属下说不准，可能3天，可能3个月，也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叫何时能醒？你是魔宗最好的医修，你跟我说不准！易墨尘，你敢死，我追到阴曹地府也要把你骂活。你1天不醒，我就等你1天；1年不醒，我就等你1年。这辈子等不到，我就等到下辈子。圣女，魔君他能挺过来的。他最好挺过来，否则我把那穷奇的残魂渣子都翻出来再杀一遍。魔君沉睡不醒，魔尊不可一日无主。老夫提议，暂由长老会共同摄政。大长老所言极是，沈克钦毕竟年轻，前来魔宗不过数月，可他身负九幽神血，修为也已在金丹之上。修为归修为，执掌宗门是另一回事。沈克钦铸就是青云宗出身，谁知道他心里到底向着哪边？说完了。我说一句，我哥昏迷前挡在他身前，300年来他从没替任何人挡过致命一击。我信我哥的判断，圣女殷寒烟认可他。谁有意见，先跟我手里的鞭子说。我好久没抽人了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魔君为我挡了一击，在他醒来之前，谁敢动魔宗1分，我灭他满门。这句话我只说1次。穷奇附身一案调查已结，青云宗弟子苏婉柔私闯禁地，解封上古凶兽残魂，危及各派弟子性命。青云宗掌门玄清子管教不严，纵容门下多年压榨灵血，查明属实。先蒙裁定，青云宗降为3流宗门，没收镇宗之宝太虚古镜。
赔偿各派灵石合计500万，限3年内缴清。500万！青云宗现在灵田都哭了，拿什么赔？哼，那是他们的事。正道宗门出了这种丑闻，没直接除名已经是先蒙仁慈。我的修为化神到元婴，元婴到金丹，什么都没了。二师姐，给我药，婉儿要药，灵脉好疼。青云宗自行善后，苏婉柔从今日起废去修为，终生监禁于青云宗禁地，不得踏出半步。散会。跪够了没？沈克清说了，不见。你跪到明年也没用。求求你再通报一次，老夫当年糊涂，是老夫亲手废了他的修为，老夫什么都愿意还。你拿什么还？修为废了还能长回去？老夫这一身修为，愿意废在他面前，只求他见一面。苏婉柔，都是你害的，我的手臂，我的修为，当年就不该护着你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一辈子都毁了。陆川师兄在魔宗已经是内门弟子了，每个月的丹药是咱们的3倍。你说，咱们现在去投奔，还来得及吗？那不是青云宗以前的弟子吗？怎么穿着魔宗的衣服？听说他跟着沈书月走了。外门弟子做到魔宗内门，也是本事。在下陆川，曾在青云宗外门7年。今日站在这里，只说一件事。这里记录的是他10年间被索取灵血血的每一笔账，每月少则数次，多则10余次，从未间断。10年，从未间断。而这还不包括他替你们代受的34次天劫，每一次天劫之后，他浑身是血被人抬下来，第2天还要继续放血。可他最后得到的是取金丹的要求，是废修为，是万蛇窟。现在你们告诉我，谁才是魔？青云宗不配为正道，老夫提议将青云宗从仙盟除名。不义，正道有这种宗门是正道的耻辱。不义！沈书月，你欠本座一条命，本座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欠我3个月，我守了你整整3个月，扯平了。3个月，本座睡了3个月。从大比那天到现在91天，每一笔我都记着。你这女人，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。3个月换一条命，你也算得这么清？跟你学的。喂，本座这不是醒了吗？你这个人嘴上硬，手怎么在抖？什么啊？把手拿开，本座看看你的脸。不看。那等你想让本座看的时候再说。温一休，别进去，姐夫醒了。姐夫？他自己让我叫的。本座昏迷期间，魔宗事务由沈克清代掌。这3个月，魔宗没丢1寸地盘，反而收了北境3州。你们谁做得到？今日召诸未来，为了一件事，本座要立沈书月为魔宗副宗主，与本座共同执掌魔宗。我有意见。怎么？副宗主委屈你了？这已经是魔族第2高位。副宗主
不够，我要平等的地位，不是副宗主，是魔宗双君平等执掌，共享权柄。你的话是魔君之令，我的话也是，否则我宁可只做客卿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从今日起，沈书月为我魔宗右军，与本座同位，见他如见本座，他的话就是本座的话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参见右军。你让印的，这祥字加上去，够那老东西再涂半流血。我特意叮嘱绣娘用金线绣的封皮。那老东西当年说宗门养我10年，现在让他看看我这一场婚事的花销，比他整个青云宗的家底还多。够狠，本座喜欢。这请柬发到青云宗，玄清老二怕是能直接从病床上跳起来。发，各派都发，正道魔道一个不落，唯独青云宗等他们自己来要。掌门，魔宗那边尹墨尘要大婚，娶的是沈书月。请柬上还印了一行字：青云宗故人免劳谕旨。各派都收到了烫金的请柬，只有咱们什么都没收到，是下山采买的师兄从别的门派弟子那里看到的。故人，他现在风光无限，我们青云宗连踏足他地盘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姐姐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子，比画本子上的仙女还好看。你才见过几个新娘子？画本上的仙女那是画的，不作数。反正姐姐最好看，明天姐夫肯定会看呆的，说不定连誓词都忘了念。谁让你叫他姐夫的？他自己让我叫的。他说反正明天就成亲了，提前改口没关系，还给了我1颗糖做封口费呢。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那我就叫姐夫啦。姐姐，我和你说，我觉得姐夫一点都不凶，一定是个疼老婆的。上次我不小心打碎他的砚台，他刚要皱眉，姐姐你进来他就立刻笑了，我看到了。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结果。来了，本座等了3个时辰，还以为你改主意了。换嫁衣换了3套，你觉得我会改主意？3套？哪3套？本座怎么不知道？殷寒烟准备了3套备选，说第1套太素，第2套太艳，第3套刚好。寒烟，你什么时候跟他这么好了？谁跟他好了？我只是不想魔宗的婚礼太寒碜，丢的是你的脸。报！山门外有人求见，青云宗玄清真、苏婉柔、凌云飞、戒律长老4人跪在山门外，说是来贺右军新婚。让他们进来吧，来都来了，总得让他们看看。那是玄清真人，当年论道大会上何等威风，如今连路都走不稳了。自作孽，把炼灵血丹的弟子推进万蛇窟，现在跪着来求人，晚了。那是苏婉柔，当年号称青云宗第1美人的那个，疯成这样了还带来，这不是给人添堵吗？沈姑娘，沈姑娘，老夫当年糊涂啊，是老夫亲手废了你的修为，老夫这双手才是最大的罪人，求您大人大量，给青云宗一条生路。宗门弟子走的只剩不到20人，灵田全窟丹房塌了3个月没人修，老夫什么都愿意做。现在知道求了，废他修为的时候，你的锁可没抖；推他下万蛇窟的时候，你也没犹豫。书月，为师知错，这10年是为师对不住你。只要你肯回来，青云宗上下愿奉你为掌门，为师愿意自废修为，以谢其罪。要本座替你赶人吗？今日大婚，不想让你的手沾脏东西。10年，
你们有无数次机会说这些话，偏偏等到今天，等到我大婚，等到我站在这里，你们才来。掌门，你觉得我稀罕吗？一个只剩20个弟子，灵田枯骨，丹房坍塌的三流宗门，你拿掌门之位来换我的原谅？我沈书月现在是魔宗右军，整个魔域的疆土，半个修仙界的势力都在我脚下。今日来贺我大婚的宗门，比你青云宗全盛时期结交的还多1倍。你们一个三流宗门，拿什么换我回去？拿你的白发，拿他的废手，还是拿苏婉柔那副疯疯癫癫的样子？书月，为师当年我跪在戒律堂求你别废我修为，你可曾犹豫过一瞬？现在你有什么资格掉眼泪？二师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当年你替我挡天劫，我连一句谢都没说过。我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我的手是我活该。大师兄，你的道歉晚了10年。青彩，当年他在演武场问你们有没有人替他说句话，全场鸦雀无声。今天倒是话多了。这是疯了吗？二师姐给我儿药，我儿要药，林妈好疼，疼死了。二师姐给我儿药，以前都给的。以前，你也知道是以前。你要药？给我儿药，我儿好疼。药是药。这瓶子里装的是你当年最爱的养颜丹，1颗丹药1滴灵血，你1个月用我12颗，用了整整6年。这苏婉柔到底欠了人家多少啊？864滴血，864刀。药给婉儿，快给婉儿！你当年抢走阿离护心楠的时候，说过一句话，你说一个捡来的丫头，命能值几个钱？如今你跪在我面前要我的药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的命又值几个钱？这瓶药我炼好了就不会毁，它会放在魔宗丹医堂的柜台里，明码标价，1颗灵石80万，你想要就攒钱来买。当年你让我用血换你在宗门的面子，如今请你也尝尝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本事去挣的滋味。二师姐，今日是本座与书月的大婚之日，本不想见血，喜事沾血不吉利。但既然你们来了，总得带点东西走，否则这一趟岂不是白跑？你们欠他的，今天本座替他收第一笔。这一掌是还当初第1刀。你说灵血必须自愿，所以逼着他遵从这般无理的要求。魔君，求您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你当年可曾为他说过半句话？你没资格求。剩下的本座会替他记着。青云宗每存在1日，你们每活1日，都是在还这笔债。本座不急，你们慢慢还。拖出去，别脏了本座的婚礼。红毯上沾了血不吉利，沾了脏东西更不吉利。药，我的药。二师妹，对不起。老夫这辈子真是白活了。你的手背被他抓红了，疼不疼？不疼，这比当年放血的刀可要轻太多了。哼，以后谁再让你疼1分，本座让他10倍奉还。魔君他竟然跪下了！沈书月，
本座活了300多年，从未对谁动过心，也从未对谁跪过。今天是第一次，以后本座只跪。你问过本座为什么要挡那一爪？本座当时说不想看你再哭一次，那是真的，但不是全部。因为本座想看你笑，只看你笑。这个女人笑起来真好看，凭什么那些人让她再也笑不出来？本座殷墨尘以魔合起誓，此生此世，生生世世，绝不伤你，绝不弃你，绝不让你再掉一滴泪。若为此事，模糊碎裂，魂飞魄散。殷墨尘，我不要你魂飞魄散，我要你活着，陪我很久很久。恭贺魔尊幼亲大婚。此前青云宗一案，天道盟已查证完毕，今日当着天下各派的面宣布判词。其一，青云宗掌门玄清子以师为名，行剥削之实，10年间逼迫弟子供血近万滴，事后废其修为，投入绝地，此为戕害弟子，违背天道。其二，青云宗弟子苏婉柔长期构陷同门，抢夺他人救命之药，按律其罪当诛。药，给我药。其三，青云宗戒律长老身为执法者，明知其冤，仍助纣为虐，亲手行刑，视为共犯。天道盟裁定如下：一、青云宗从仙盟除名，山门灵脉充公；二、玄清子废修为，终生禁于悔过崖；三、苏婉柔废修为，交一修看管；四、戒律长老罚入凡间，100年不得重返修仙界。天道盟判得公道。沈姑娘，天道盟欠你一句道歉。只是严重了。不严重，正道本应匡扶正义，今日这判词是为天地正公道。多谢指示，我要的就是有罪者依律受罚，无罪者不必蒙冤。沈姑娘，是老夫有眼无珠，这声对不住，晚了10年。知道了。天道盟难得做一回人事，本座倒有点不习惯了。殷魔君，天道盟欠沈姑娘的今日补上，不代表你我2道恩怨一笔勾销。惩恶扬善本就不分仙魔，今日之事是公义，不是恩怨。在想什么呢？在想，如果当初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不过都过去了，那些外门弟子总算不用再人踩在脚下了，这就够了。你这个女人，最后惦记的还是外门弟子。说你蠢，你认不认？我认了。你在想什么？站了半天不说话。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被投进万蛇窟，我大概一辈子都是那个被他们吸血的沈书月，放血炼丹，待受天劫，直到灵血枯竭，被丢出山门。也许我该感谢苏婉柔，如果不是她，我不会彻底死心。感谢她？你可真够变态的。不过伤害自己那么多次的人，说这种话倒也不奇怪。跟你学的，你不是说过，我跟你大概是同一种蠢货？那你要不要用实际行动感谢感谢为师？比如给阿露添个侄儿。滚！姐姐、姐夫，什么是添侄儿？是像镇子上阿牛家那样多一个小宝宝吗？阿丽，这个回头让你姐姐给你解释，姐夫现在说不太方便。殷墨尘，你闭嘴！姐夫上次说给我买糖葫芦，我交了3个月了，糖葫芦呢？今天就去东街口那家，给你买10串。10串！姐姐你听到了吗？姐夫说要买10串。听到了，
他要是敢耍赖，姐姐替你收拾他。